娱乐圈2天炸出了3个大新闻，有人死后还被造谣霸凌，有人靠一部电影从被嘲笑到捧回威尼斯影后，还有人只发了一条悼文就被骂崇洋媚外。这3件事看似八卦，其实每一件都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光环背后，明星到底承受了什么，我们又在投射什么。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邵峰。台湾女星大 S 徐熙媛虽然已经离世，但事情还没结束，她的名字并没有淡出舆论场，反而被推上了新的风口浪尖，怎么回事呢？这2天网上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案件早就判决了，有人说律师根本没受家属委托，甚至还编出了所谓 DNA 流产物证这种离谱细节。微博、抖音上更出现大批辱骂声，对象不只是徐熙媛本人，甚至连她的代理律师邓高静也被波及。面对这些恶意攻击，9月6号，邓高静律师正式发布严正声明，把所有谣言逐条驳斥，强调会对造谣和侮辱行为零容忍。整起事件的争议点主要有2个，第一，说邓律师没有受家属委托；第二，说案件已经判决，但这2个说法通通都是假的。邓律师在声明里说得很清楚，徐熙媛在世时，他已经受托处理过3起案件，包括第一，名誉权诉讼，对大 S 的前婆婆张兰与抖音提起的侵权之诉；第二，网络侵权案，针对前夫汪小菲；第三，刑事自诉案，控告张兰诽谤。在大 S 身故后，今年4月，由丈夫具俊晔与母亲黄春梅正式委托邓律师续任张兰与抖音名誉侵权案，所有委托手续皆经公证，并提交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至于汪小菲案，未再接受委任，而刑事自诉案则因家属选择放弃追诉，法院正在办理终结程序，但从未开过正式庭审，亦无判决，相关说法皆属虚构。在所有案件中，张兰与抖音名誉侵权案最受瞩目，而此案的焦点是未终止的名誉侵权诉讼。邓律师澄清，案件自立案以来从未终止，目前仍在审理中。因徐熙媛去世，法院正在办理诉讼主体变更，由其丈夫与母亲继续参与。去年8月19日，法院曾开过正式庭审，今年1月，法院一度草拟判决，但因主体变更，可能需再次开庭后方能出具判决文书。邓称有法院短信通知可佐证上述流程节点，这段澄清实质上表明，舆论场上所谓案件早已判决的说法，完全不符司法程序的现实。邓律师严厉谴责网络造谣者恶意扭曲案件进展，与此同时，他还驳斥庭审出现 DNA 流产物证等说法纯属捏造，是在恶意抹黑逝者。他认为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生者，也对逝者的名誉造成严重侵犯。他提出一个核心论点，守护逝者名誉就是守护生者尊严与社会公序良俗。这句话将案件从单一的名誉纠纷提升到公共伦理与法律秩序的层面。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禁言令。去年8月19号，北京互联网法院针对张兰下达了一份行为保全裁定，要求她不得在网络上以任何形式发表涉及徐熙媛交往经历、婚姻、离婚、子女生活、健康、消费记录等内容，直到案件判决生效。这被称作中国司法领域首份全网禁言令，具有标志性意义。但问题是，张兰没有遵守。于是今年5月，邓律师代表家属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回复已经受理，不过要等诉讼主体变更完成后才会进一步处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许熙媛虽然走了，但她的名字并没有淡出，反而揭开了中国社会一个赤裸的现实：网络谣言、名誉保护和法律执行三者之间的矛盾被放大到了极致。法院和律师的声明在法律上有权威，但在舆论场上，谣言却能快速形成平行叙事，甚至影响当事人名誉。邓律师最后强调，对于针对逝者与律师的恶意攻击，将启动法律诉讼与行业投诉程序，绝不姑息。对逝者的悼念与维权立场是零容忍。这场延宕的官司已超越私人恩怨，逐渐演变为一场法律与舆论的对照实验。它关乎的不仅是一位明星能否在身后得到清白，更是整个社会能不能守住法律与尊严的底线。大 S 相关案件仍在法律与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外界关注不断。而在同一时间，娱乐圈另一端却传来截然不同的消息。大陆女演员辛芷蕾凭借新作表现斩获大奖，成为话题焦点。9月6号晚间，在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闭幕典礼上，辛芷蕾凭借在影片《日挂中天》中的细腻演绎，荣获最佳女演员奖，获得沃尔毕杯，成为当晚焦点人物。这一殊荣让她成为继1992年巩俐的秋菊打官司和2011年叶德娴的桃姐之后，第3位摘此殊荣的华人女星。走上领奖台的辛芷蕾情难自抑，她回忆自己10多年前刚入行时，我吹过一个牛，也算是一个梦想。我说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巨星。但那时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她还鼓励其他女演员勇敢追梦。我想对所有女孩说一声，只要有梦想，就大胆去想，大胆去做，万一有一天就实现了呢？像我一样。随后她举起奖杯，哽咽向母亲喊话：妈妈，你看我的奖杯。由蔡尚君编导的《日挂中天》讲述一对昔日恋人在南方小城重逢，往日情感与命运交错，最终走向唏嘘的故事。辛芷蕾以细腻而充满张力的表演，将角色的矛盾、挣扎与坚韧演绎得淋漓尽致，爱与宿命纠葛尽在其中。法新社评价他以极其丰富的肢体与眼神，带领观众走入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威尼斯影展最佳女演员奖被视为世界电影界最具分量的荣誉之一。威尼斯影后可以说是国际舞台的至高肯定。此次辛芷蕾的获奖，既是她个人表演生涯的里程碑，也象征着华语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再一次亮眼突破。现年39岁的辛芷蕾成长于中国东北边陲小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她早年凭电影《长江图》崭露头角，该片曾入围2016年柏林影展主竞赛。此后，她在多部电影及热播剧中展现实力，包括《如懿传》《庆余年》，以及2023年由王家卫执导的口碑之作《繁花》。在辛芷蕾凭《日挂中天》捧回威尼斯最佳女演员之际，中国影坛的另一位国际知名女星章子怡却因一则简短的社交平台悼文，意外成为舆论争议的中心。9月4号晚，意大利奢侈品牌阿玛尼创办人乔治·阿玛尼离世。这一消息在全球时尚界引发广泛悼念。米兰市政府宣布将9月8日定为哀悼日，全市降半旗致意。巴黎时装周也设立悼念墙以示致敬。大陆内地多位与阿玛尼有过合作的艺人，如胡歌、刘诗诗、易烊千玺等，都陆续发文悼念。章子怡与阿玛尼交情甚笃，当晚她发出简短文字，永远怀念阿玛尼先生，
并配上蜡烛符号。这一动态原本是对多年好友的告别，却被部分网友批评崇洋媚外，甚至质疑他有心悼念外国设计师，却没见他关注阅兵式。然而翻查记录，9月3日阅兵当天，章子怡其实已有相关发文，她悼念阿玛尼的文字也一如既往简短，并无刻意厚此薄彼之意。若仅以字数或时机来判断她的态度，显然有失公允。章子怡与阿玛尼的私交可以追溯至2004年《十面埋伏》北美首映。多年来，她多次穿着阿玛尼高定礼服亮相国际红毯，两人私下往来密切。章子怡甚至曾远赴海外为阿玛尼庆生。对章而言，这条悼文并非对某一品牌的宣传，而是对挚友的告别。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艺人悼念国际时尚大师本身并无不妥，将其上升为爱国与否的道德审判，更多反映的是大陆网络舆论的浮躁与戾气。一条简短悼文被解读为立场问题，不仅忽视了章子怡多年的人际情感，也折射出当下社交媒体环境中动辄扣帽子的氛围。或许比起追逐情绪化的口水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里，既能保持理性与自信，也能尊重个体的情感选择。从争议到荣耀，再到舆论风暴，这3则新闻共同提醒我们，在光环背后，明星不仅是角色与作品的承载者，更是名誉、梦想与情感的矛盾集合。或许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他们做的对不对，而是在这个信息爆炸、情绪易燃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理性，不被带节奏，也不轻易扣帽子。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